还记得当年有两个游戏承包了我在 PSV 上的大半时光，一个是 P4G，另一个是一款画面特别美的和风横版动作游戏，里面的场景、人物、妖怪都让人印象深刻。它的游戏系统并不算复杂，但玩起来非常爽，哪怕通关之后，我也愿意时不时再打开它，打打怪、跑跑图，看一看那些像绘卷一样的场景。这个游戏就是今天的主角龙村正。所以当我看到龙村正怪奇谭的官宣，真的超级兴奋，因为我一度以为这个游戏可能就这样被留在 PSV 里了，没想到如今要回来了。对现在很多年轻玩家来说，可能没有听过龙村正，但是如果讲到它背后的开发商香草社，很多人应该就不陌生了。这几年香草社接连拿出了13机兵防卫圈和圣兽之王这样的破圈作品，前者靠着极其复杂的碎片化叙事，不仅口碑封神，更是被樱井正博誉为一款独一无二、难以模仿的作品。后者则凭借着电子斗蛐蛐、全员可结婚、2D 手绘实物这些特色，成为了香草社最快突破100万销量的作品。而龙村正可以说是他们的老前辈，在他身上已经能看到香草社之后很多作品的雏形。所以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，为什么龙村正时隔这么多年重新回归会让老玩家们这么激动，以及他将要登陆 PC 是不是意味着在 Steam 上能玩到更多香草社的作品。龙村正的游戏背景在日本元禄时代，主角有2位，一个是被浪人灵魂附身的公主百姬，另一个是失去记忆的忍者鬼柱。玩家会操控他们在日本各地奔走，和各种妖怪鬼神战斗。龙村正最让人印象深刻是把2D 和风美术做到了极致，山路、竹林、城镇、温泉、雨夜、妖怪巢穴，每一个场景都像一幅会动的浮世绘画卷。游戏里的人设用极其大胆的人体比例配合细腻的和风笔触，造就了属于香草社的性感，即使放到今天看，也依然能让人眼前一亮。还有饭馆里的荞麦面、团子、天妇罗，那一口一口吃下去的动画，很难不让人吞口水。在那个 Life 2D 还远没有普及的年代，龙村正已经靠着手绘美术和爽快动作演出，让一个2D 世界活了起来。从商业上来看，龙村正是一款很典型的口碑型小众神作。Wii 原版在日本销量4.7万份，后来的 PSV 版发售1个月左右，日本实体加下载突破10万份。后续香草社还推出了一个诚意满满的 DLC《元禄怪奇谭》，里面追加了4个新的可操作角色和新故事，让玩家可以从更多角色的视角继续体验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然而现在想补这个游戏，对普通玩家来说门槛都不低，除了没有官方中文版以外，还得去淘二手机器或者研究模拟器。所以龙村正明明是香草社的代表作之一，但真正想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离现在的玩家很远。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龙村正怪奇谭，哪怕只是 PSV 的高清移植版，也能让很多老玩家这么兴奋。一直以来，香草社的作品跟 PC 基本绝缘，因为要登录哪个平台，除了香草社自己的意愿，还要看这部作品背后的发行方、版权归属和平台协议。像龙村正背后的发行是 Marvelous， 13机兵防卫圈、圣兽之王这些作品则是世嘉旗下的阿特拉斯，而奥丁领域和龙之皇冠到现在为止都还是 PlayStation 独占。最近香草社创始人神谷圣治也表达过，他本人并不反对更多香草社作品登陆 PC， 甚至是支持的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些移植最终还要看发行方是否愿意批准、愿意投资。如果这次龙村正的销量不错，未必能直接保证所有香草社作品都会登陆 PC， 但至少会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信号：这些有着10几年历史的2D 老游戏，放到今天依然会有大把玩家愿意买单。这个信号就是后续更多香草社作品能不能被重新带出来的关键。那么大家还想在 PC 上玩到哪一部香草社的作品呢？是奥丁领域还是13机兵防卫圈？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。我是电十字，我们下期游戏碎碎念再见。